着西方國家排隊訪華，立陶宛徹底急了。2月3號，立陶宛總統率先訪華，稱願意與中國改善關係，但有一個前提，中國得對他的這份意願表示感謝。這話翻譯過來就是：我知道自己錯了，也撐不下去了，但我拉不下臉認錯求饒。你得過來扶我一把，給我個台階下，不然我這老臉可掛不住。想想也覺得可笑，當年那個頂着各種頭銜，爭當反華先鋒的立陶宛，那股囂張氣焰哪兒去了？難道是被伏特加一口悶沒了？現在舔着個臉要台階，你那所謂的民主小燈塔，內裡的底氣怕是早被美國抽乾，拿去填自家後院的燒烤爐了吧？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際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有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據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2月3號報道，立陶宛現任總理英加·盧吉尼埃內周二承認，允許台灣民進黨當局在立首都維爾紐斯設立所謂代表處是一項戰略錯誤，最終導致與中國關係急劇惡化。在接受波羅的海通訊社採訪時，他很直白地說道：“我認為立陶宛確實是一頭撞在火車頭上，結果栽了。”他還一臉委屈地吐槽：“這可能是立陶宛的重大錯誤。我們以為單獨行動，率先做某事，世界就會突然讚賞我們。我們嘗試了，但世界並沒有讚賞我們，沒有人讚賞我們。”聽到這話，小編只想說：這不是理所當然嗎？你主動踩別人的核心紅線，破壞雙邊關係，還指望全世界給你鼓掌，這想法也太天真了點。可能有朋友不清楚立陶宛的政壇背景，小編給大家簡單科普一下。當初立陶宛做出錯誤對華決策時，正值其中右翼政黨祖國聯盟執政時期，當時還是反對黨的立陶宛社會民主黨黨首布林凱維丘特就明確批評過這項決策，直言如果本黨執政，絕不會做出這樣的選擇。這也能看出立陶宛國內其實早就有清醒的聲音，只是當時執政黨的一意孤行，把整個國家拖進了泥潭。2024年底，社民黨在大選中擊敗了執政黨祖國聯盟，議會席位由14席提升至52席，直接成為議會第一大黨。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立陶宛民眾對之前的對華政策有多不滿，有多希望改變當前的困境。社民黨上台後，總理候選人金陶塔斯·帕盧茨卡斯隨即表態，希望與中國重修於好。可惜這位總理沒坐穩，去年7月就因為商業醜聞辭去了總理及黨主席職務。僅僅2個月後，社民黨成員魯吉尼埃內獲議會批准出任新任總理，也正是他，如今扛起了認錯的大旗。魯吉尼埃內上任後，確實拿出了一點實際動作。他的施政綱領中明確承諾，將立中外交關係恢復至歐盟其他成員國所維持的外交代表級別，還刪除了此前政府文件中中國構成日益增長的外交政策與安全風險的表述。這算是立陶宛近年來在對華態度上最明確的一次鬆動。但他也很清楚，破鏡難圓。據魯吉尼埃內透露，立陶宛已開始採取一些初步小步驟，包括與北京通信。但他同時強調，任何關係正常化的努力都必須與歐盟和美國協調。在關係受損、聯繫完全中斷後，實現關係正常化需要一條非常艱難漫長的道路。他坦言，立中目前只能逐步朝着不再是敵人，至少建立更正常的技術性工作關係的方向發展。本以為魯吉尼埃內的認錯能讓立陶宛的對華態度迎來轉機，可沒想到，就在他釋放修復意願的同時，立陶宛總統瑙塞達卻在旁邊拖後腿，發表了一系列不負責任的言論，硬生生把求和的姿態又拉回了擺架子的層面。同樣，據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報道，瑙塞達2月3號也談及了與華關係。他雖然嘴上說不樂見立中外交關係近乎破裂，但話鋒一轉就開始倒打一耙，宣稱立陶宛因相關問題遭到了中方強硬施壓，還無理要求修復關係必須兩國都展現出意願。這話翻譯過來就是：我知道我錯了，我也撐不下去了，但我跪不下去，你得過來扶我一把，給我一個台階下，不然我拉不下這老臉。小編真是服了，犯錯的是你，受損的是雙邊關係，現在想求和，還要求受害者主動示好，哪有這樣的道理？更讓人無語的是，他還刻意炒作，稱與中國過於親密會造成風險。
立陶宛清楚與中方過於親密伴隨的所有風險，眼瞅着歐洲各國領導人密集訪華，個個都在搶抓與中國合作的機遇。這位總統不僅不着急，還不忘從中挑唆，宣稱歐洲對中國的依賴已引發諸多問題。歐盟對中方要採取更清晰、更統一的應對策略，歐洲應當一勞永逸地明確、精準界定自身對中國的定位。瑙塞達稱，此前一度盛行的對華定位方式並不可取，即同時將中國視作經濟夥伴、競爭對手和戰略對手。當這三重身份疊加時，很容易陷入認知混亂。這話聽着冠冕堂皇，說白了就是見不得歐洲各國和中國搞好關係，自己坐冷板凳，也想拉着別人一起。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2月，針對時任立陶宛外長的不當言論，瑙塞達還曾提醒過，中國是一個記性很好的大國，還舉了挪威的例子，說挪威曾花了約8年時間才修復與中方的建設性關係，因此立陶宛應保持耐心。可現在看來，瑙塞達自己的記性並不好，才過了1年多，就把自己說過的話拋到了九霄雲外。這種前後矛盾的表態，也充分顯示出立方高層對於造成兩國關係破裂的原因，根本沒有真正的反省之意。所謂的意願改善關係，也只是走投無路後的權宜之計，不是真心實意的悔改。聊完了立陶宛現在的尷尬處境，我們就來復盤一下當年的立陶宛到底有多囂張，才把自己逼到了如今的地步。時間回到2021年，當時的立陶宛可以說是囂張到了極點，一門心思抱緊美國的大腿，把自己當成所謂的民主燈塔，一心想做反華的出頭鳥，全然不顧中國的核心利益和國際社會的普遍準則。當時的立陶宛之所以敢如此肆無忌憚，核心原因就一個，他們覺得自己有美國撐腰，中國拿他們沒有辦法。而且他們還天真的認為，中國和立陶宛的經貿往來不算多，全年經貿額也就20多億美元，就算中國出手反制，對他們也造不成太大影響。只要能討得美國的歡心，美國隨便指縫裡露出來一點好處，就足夠他們彌補損失了。更可笑的是，當時立陶宛的經濟與創新部長阿莫納伊特還公然嘲諷中國，說中國的反制措施只是灑灑水，根本沒有什麼威脅。立陶宛人大概忘了，他們的經濟命脈根本不是大家印象中的牛肉和巧克力，而是給歐盟高端製造業做配套，說白了就是德國汽車、瑞典機械的代工廠，靠着給這些跨國巨頭提供零部件，才能維持國內經濟的正常運轉。他們以為中國的反制只是暫停雙邊貿易，卻沒想到中國會拿出精準打擊的手段，直接瞄準他們的產業鏈。中國當時明確告知那些歐盟跨國巨頭，想要繼續在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做生意，沒有任何問題，但有一個前提，如果你們的產品裡面哪怕有一顆螺絲釘是立陶宛製造的，那就對不起了，無法進入中國市場。這一下可把那些跨國巨頭急壞了，中國市場的分量有多重，他們比誰都清楚。相比於立陶宛這個小代工廠，放棄中國市場才是真正的損失慘重。於是乎，德國的西門子、奔馳、瑞典的沃爾沃紛紛聯印和立陶宛劃清界限，停止了和立陶宛相關企業的所有合作，生怕因為立陶宛影響到自己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更狠的是，德國波羅的海商會直接給立陶宛政府寫了一封信，話說得非常直白難聽，總結起來就一句話：要麼你們趕緊搞定中國，修復雙邊關係，要麼我們就徹底和你們切割，絕不拖泥帶水。這一下立陶宛徹底慌了，他們引以為傲的激光產業、汽車零部件產業瞬間遭遇了滅頂之災。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短短4年時間，立陶宛的激光產業出口額暴跌40%以上，不少知名的激光企業紛紛倒閉或裁員，汽車零部件產業更是慘不忍睹，訂單直接腰斬，大量工廠停工停產，幾萬工人因此下崗，失業率大幅上升。一時間，立陶宛國內民怨沸騰，幾乎陷入了一場社會災難。走投無路的立陶宛這時才想起了自己的盟友們，第一個就跑去找美國哭訴，希望美國能出手相助，幫他們擺脫困境。可讓他們沒想到的是，美國所謂的盟友情誼竟然如此廉價，只扔過來了6億美元，而且重點是，這6億美元並不是白給的，而是需要償還的貸款，利息還不低。求美國無果，立陶宛又轉頭去找歐盟，哭着喊着說中國在搞經濟脅迫，讓歐盟出面給他們出氣，甚至要求歐盟制裁中國。
歐盟一開始還裝模作樣的答應跑到 WTO 去起訴中國，擺出一副要為立陶宛出頭的樣子。可沒想到這一事一拖就拖到了2024年。歐盟一看中國的態度異常強硬，絲毫沒有妥協的意思，再加上自己家裡也是一地雞毛，根本沒有精力和實力和中國抗衡，乾脆在2025年直接撤訴了，把立陶宛徹底晾在了一邊。最搞笑的是，當初立陶宛做出錯誤決策時，台當局曾忽悠過他們，畫了一張大大的餅，說要給立陶宛投資幾十億美元，幫他們搞半導體產業，把立陶宛建成歐洲硅谷。可結果呢？這麼多年過去了，連一個像樣的廠房都沒有蓋起來。所謂的經貿合作，到最後就變成了買幾瓶立陶宛的葡萄酒，甚至還想讓立陶宛購買白酒。可大家都知道，立陶宛人根本就不喝白酒。這份合作說白了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到這時，立陶宛才算真正看明白了，自己從頭到尾都被當成了棋子，前面是無法擺脫的經濟困境，後面是沒有退路的絕境，中間還站着一群只會在旁邊喊加油，實際上巴不得他們早點垮掉的盟友。他們以為抱緊美國的大腿就能高枕無憂，卻沒想到最後被賣得底朝天，連一點反抗的餘地都沒有。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